当地时间17号，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进入第2天，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名代表就通过对话促进和平的主题进行宣讲和辩论。北京时间17号晚7点1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阐释中方主张，并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王毅此次演讲，认为王毅的慕安会讲话再次传递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中国的声音应被更多国家听到。慕尼黑当地有座闻名遐迩的和平天使雕像，既是人类战争结束的纪念，更是对永续和平的期待。王毅此次在慕安会的主旨演讲也延续了倡导和平、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题，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了中方主张。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虽然由于参会人数差距，西方阵营仍是慕安会的最大音量，但中国专场的掷地有声，无疑为慕安会注入正面能量。慕安会中国专场于北京时间17号晚19点10分开始。根据此前官方行程安排，演讲和答问原本半小时，但实际时长比预期超时5分钟。王毅表示，回顾2023年，世界充满动荡不安，人类面临多重挑战，保护主义泛安全化冲击世界经济，单边主义、集团政治重创国际体系，乌克兰危机延宕加剧，中东冲突硝烟再起，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太空基地等新的挑战接踵而来。王毅强调，中国将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今天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将始终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在演讲中，王毅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王毅表示，中国愿意做应对热点问题的稳定力量，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那就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坚持标本兼治，反对短视片面。近期巴以冲突升级外溢，红海局势持续紧张，这再次说明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几代民众颠沛流离，至今无法回归家园，这是当代持续最长的不公。中国坚定站在公平正义一边，为停火止暴奔走，为保护平民尽力。演讲中，王毅还提到，了解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强调中国经济始终充满活力和韧性。随着世界上最大规模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国将向世界释放更大利好。他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继续扩大制度性的制度性开放，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位朋友，德国有句寓言，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这对国与国关系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希望各国寻求共赢，避免多输，团结合作，同舟共济，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以上就是我的开场的发言，谢谢各位的倾听。演讲结束后，王毅回复了来自主办方有关地区局势的3个提问。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尾声，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特别向王毅发出2025慕安会邀约。王毅先是开怀一笑，后表示明年中国肯定还要派团来，希望明年慕安会的主题不再是双输，而是双赢。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Excellency, for your readiness to take these questions, for your contributions, for the discussion.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can I already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you to come back next year? 明年中国肯定要派团来的，因为我们愿意在这个舞台上跟各方进行交流，我们愿意为国际的和平稳定做出中国的贡献。我们希望各国都能够
理性、客观、友善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避免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不是会最后形成多数？我们应该寻求共赢，而不是多数。深圳卫视注意到，本届慕安会3天会议安排了4场国别专场会议，分别是美国、乌克兰、德国与中国专场。其中，中国专场作为压轴，王毅的演讲就被安排在这一活动中，媒体热度很高。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注意到，在王毅演讲时，台下的观众人数比其他几场活动要多得多，而主办方也高度重视这场活动，由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主持。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管尧认为，这种礼遇背后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正在成型的多边会议秩序。有欧洲媒体评价认为，王毅此次参加慕安会掀起了中方欧洲魅力攻势。也有观察表示，包括慕安会在内，近年来多个国际多边会议都十分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王毅强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因此中国的声音必不可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是王毅连续第2年线下参加慕安会。去年，王毅的演讲主旨为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当时他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阐释中方主张，并介绍了中国在重大国际事件上的立场。实际上，慕安会作为西方阵营协调政策的平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邀请非美国和西欧国家参与，美西方主导的意味浓厚。自从1999年首次获邀参会以来，中方对在这一平台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主张高度重视，中国方案也越发受到欧洲主流舆论的关注。慕安会主办方也对中国代表团越发重视。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近段时间以来，俄乌双方围绕乌东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展开激烈争夺战。乌克兰军队2月17号称已经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出。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乌军此举是避免被俄军包围。而对于俄乌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晚上在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在乌克兰危机上，中国从未放弃劝和的努力，从未停下促谈的脚步。据俄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17号凌晨，乌军新任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决定将乌军部队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出。这是乌克兰军队新任总司令瑟尔斯基上任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士兵的生命。在该地区指挥的乌克兰将军亚历山德烈·塔尔纳夫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由此避免了在这座城市附近被包围的情况。塔尔纳夫斯基还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该地区发动了20次空袭和150多次炮击。有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目前已经有部分俄军士兵进入了阿夫杰耶夫卡居民区，并且在阿夫杰耶夫卡的火车站附近插旗。不过，有美媒报道称，俄军在此轮攻势中已遭受巨大损失。阿夫杰耶夫卡是乌东工业重镇，距离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市只有20公里左右，地处交通要道，对保障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防线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俄国防部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说，俄军已完全控制阿夫杰耶夫卡市，该市曾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重要防御枢纽。普京听取了绍伊古有关夺取阿夫杰耶夫卡的报告，并向俄军官兵表示祝贺。俄军目前正采取措施，继续肃清市内的乌军人员，并包围仍滞留在阿夫杰耶夫卡焦化厂中的乌军部队。在乌军撤出阿夫杰耶夫卡之前，俄乌军队爆发了激烈战斗。在2月11号至16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对生产和维护乌军飞机发动机、无线电设备和弹药的军工企业、乌军装备所用的燃油、润滑油生产工厂以及乌克兰武装力量驻地等实施了30次集群打击。俄罗斯空天军和防空部队击落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2月11号至16号一周内，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消灭乌军约5550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于17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70次战斗。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49次进攻，其中27次在阿夫杰耶夫卡地区。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弹药库、雷达站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2门火炮。
俄乌局势战况激烈，西方继续拱火，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6号发布声明称，在欧洲访问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声明称，这2份协议是在乌克兰和7国集团成员于2023年7月在维尔纽斯通过的联合声明框架内达成的。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有效期10年。乌克兰与德国和法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分别明确规定，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法国则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最高达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乌军缺少武器是事实。Немає далекобійної зброї. У Росії є, а у нас її дуже мало. Ось вся правда. Тому наша головна зброя сьогодні наші воїни, люди, і ми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підтримку партнерів. 会议期间，泽连斯基还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举行了会面。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当面要求美国加大援助。哈里斯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北京时间17号晚7点1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阐释中方主张，并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对于俄乌局势，王毅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都不会放弃这种努力，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加强沟通，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一元复始，旭日始旦。2月18号，龙年首个工作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深圳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广东省委13届4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促进产业和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人情春来早，去年春节后上班第1天，我们首次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向全社会释放苦干实干、聚力前行的鲜明信号。今天我们再度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产业科技化创新谋未来，就是要不断夯实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拥有丰厚的科技创新资源和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在高质量发展上肩负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亲临广东，对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做大做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谆谆指引。黄坤明指出，观大局，中国式现代化徐徐展开，夯实物质技术基础的责任重如泰山。抓机遇，科技浪潮滚滚而来，拥抱新的科学的春天时不我待。行大道，新质生产力欣欣向荣，实现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前景无限。黄坤明表示，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广东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也必将是一场艰苦的竞速赛、耐力赛和接力赛。我们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加速前进，向着产业科技高峰全力攀登，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硬实力。要视人才为珍宝，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携手港澳，加快建设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齐聚全球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要与企业同奋斗，全力支持企业做创新的主角，推动创新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政产学研协同发力，攻克卡脖子技术，锻造撒手锏技术，研发更多根技术，让企业把腰杆子挺起来。要用市场驱动能，深刻把握产业科技创新的演进逻辑，把超大规模市场这一独特优势切实转化为加快创新发展的盛世。
要向改革要活力，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在更广阔的空间布局产业科技创新，在开放合作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黄坤明说，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将开创新的天地，站在一代代人为之奋斗奉献的岭南大地上，向着新的目标进发。我们应当满怀豪情，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新时代10年的伟大实践，信心来自于新征程的良好开局，信心来自于广东的地利人和。黄坤明最后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岭南大地雨顺风调。历史不会辜负创新者、奋斗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扬自信自强的精神，展现日新月异的创造，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5周年致敬。会上，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分别代表深圳市、广州市作表态发言。全省其他各地市党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也都围绕大会作表态发言。会议还邀请企业界和科技教育界代表王传福、陈卫、谭然克、韩松、陈丹、饶红、严宁、张立群等先后发言。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来自政府、科技、教育、企业的各界代表围绕广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智慧力量，共商发展大计。与会代表表示，大会吹响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信心动力足。大会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新部署谋划新未来。参加这场在深圳召开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广东、深圳追风赶月莫停留、凝心聚力加油干的鲜明信号。参会代表们都豪情满怀、信心满满，表示将立足新起点，凝聚新共识，拿出新举措，吹响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与会代表认为，大会体现广东高点部署、高点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气魄，大家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因为我们广东省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省份，也是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被认为是领头羊，所以我觉得，广东怎么做，就是对全国呢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广东省是作为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那去年呢也是交出了一份比较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答卷，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科技创新这些方面，属于站在一个高的起点上，然后去谋一个高质量的发展。这个会议呢是我们广东省这个过春节以后的上班的第一个会议，那么来自于各政府的领导和各企业以及科技界的各位同仁来参加这次会议，为广东省的高质量的发展呢来献计献策。我想呢，这次会议呢为我们广东省高质量发展的指分的方向，那么为我们广东省的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这个动能，我们也感觉到这个充满了干劲。那作为高校的一个从业人员，对吧？科教人员，那我觉得是非常的深受鼓舞。那么有这么一个大会的这么一个支撑，因为这些信息呢是会灌输到每一个层级，对吧？所以我们也会振奋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大会提出，要不断夯实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表示，要紧紧围绕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凝心聚力，笃行实干，为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在这个广东的大环境下、大湾区的政策下，在高科技的引领下，我们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发展得更好。我们这个医院如何更好的服务群众，如何面对国家的重大的科学问题跟重大的社会需求，来解决一些人民群众一些重大的医疗这个需求跟解决重大疾病的科学问题，我们也会认真去做好的。我们深刻感受到后工业时代以来呢，就科技创新和数字这个浪潮是非常的这种强烈。
我对广东省这几年推出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掌握核心技术，引领和推动，这个全国的这种科技创新和素质革命，我觉得我们非常有信心。港媒今早也纷纷发文热议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大公报的文章跃拓新质生产力，湾区合作拼经济指出，龙年新春首会可视为广东深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员令。广东今年将进一步深化对科创重要性的认识，加快湾区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合作拼经济。香港商报以积极融入大湾区，开拓香港新机遇为题，聚焦广东吹响发展的号角。香港作为大湾区4大中心城市之一，自然也应密切留意大会，寻求更多促进湾区合作的机会，达至共同发展。文章指出，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汇聚了全省各地市县方方面面的代表，共同垒起奋进催征的筋骨。相信这个大会有助广东高质量发展向前迈进一大步。一个更强劲发展的广东省，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将是数之不尽的，必将有助增强香港的发展动能，推动香港由治及兴进程。据了解，2023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57万亿元，增长4.8%，是全国首个突破13万亿元的省份，总量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广东制造、广东创新持续引领全国发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7.1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超7.5万家，均居全国首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7年全国第一。2024年，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进出口总额增长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0万人以上，粮食产量1270万吨。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深圳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之劲拓产业创新之路，奋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1年来，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最好结果。高端医疗器械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近年来，在材料科学、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医疗器械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在迈瑞医疗深圳光明生产基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外诊断、医学影像等国产医疗器械陆续下线交付客户。创新环境中间是深圳是最好的，特别是对高科技的支持，政府确实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辛的，从资金、从用地、从政策、从环境，都给我们这个高科技企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创新企业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全球市场含深度持续提升的同时，深圳还从基础研究方面着手，为创新发展方程寻找更优解法。光明科学城是透视深圳前沿科技发展的一扇窗。由先进院牵头建设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合成生物研究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去年陆续投入使用，并逐步成长为深圳原始创新的策源地。I see Shenzhen in general as very special. It is the place in China where the new ideas seem to come from. When you invest in a certain area and you have good people and you have good young people have shown that they can develop and do novel things.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年来，深圳硬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华为高端手机重返市场，体外膜肺氧合仪、核磁共振设备实现国产化，2项创新成果入选中国10大科技进展。全社会研发投入1880.5亿元，增长11.8%，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5.81%。1年来，深圳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具竞争力，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连续2年实现全国城市双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41.9%，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15家，总量达2.47万家。1年来，深圳加快构建并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产业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94.9%，总量居全国第一。发力源头创新，新增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国际企业技术中心8家，中小式基地23个。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圳以科技创新之劲，拓产业创新之路，为经济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重塑新优势，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经济持续恢复，回升向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6万亿元，增长6.0%，社销零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出口实现31连冠。面向未来，深圳市委7届8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鲜明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深圳“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25年力争实现 GDP 总量超4万亿元。坚定信心，开拓奋进，深圳将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提升相对这个全要生产率。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作为这个深圳的这个发展的重中之重吧。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双转型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第三个呢，我觉得对深圳来讲还是要就是优化和完善这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去年好像深圳的这个GDP 当中新兴这个战略性的产业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了，等于什么？深圳是蛮成功转型的，可能代表中国，代表一个世界的一个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城市。岭南早春，实干争先。在此次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首次举办产业科技融合发展成果展，涵盖了医疗器械、精密仪器、新材料、智能装备、现代农业等领域的硬科技核心产品。17号晚，全省与会代表陆续抵达深圳，不少与会嘉宾提前探营展会，感受科技融合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展会现场，不少新发的黑科技汽车吸引参展商和参会代表的注意。在展厅里，我们还发现了这一款去年年底刚刚上市的华为问界 M9 汽车。这款车呢，也被外界视为含华量最高的一款车，因为它里面呢有鸿蒙系统以及多款华为自主研发的车载智能平台。这个车我首次看到的是在春晚上面，然后今天看到这个车，觉得它的科技感非常强。然后整个的设计，它的外观也都非常吸引我觉得这是国产车的骄傲。在产业科技融合发展成果展上，广东省21个城市带着硬科技亮相着新春第一会。走进会场呢，在我身旁的这架飞机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这是一款双人智能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的外观呢呈现出水滴状的造型，十分的科幻，而且还兼顾着高效率的空气动力学。最大的设计的飞行高度呢是1000米，飞行时速是每小时130公里。展会也给政府、企业界和科教界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和探讨合作的平台。都看到很多那种黑科技，很多黑科技确实让我这个感受到强大的这种震撼。比方说，刚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叫无空气轮胎。新的一年，对于我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有方向上的指引和引领，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如何展开？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有一些明确的指引。春节假期，全国上下洋溢着喜气洋洋、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广东春节假期的日均消费规模位居全国省份第一，深圳景区和商圈的气氛也格外热闹。
今年春运期间，深圳机场单日客流量实现了相继突破19万人次、20万人次大关的2连跳。为迎接返程客流高峰，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以市场为导向分配运力。2月13至17日，南航在深圳地区日均进港航班量达160班次，其中2月15至17日客座率已达97%。铁路方面，正月初1至初7，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338.1万人次，同比增长45%，其中发送旅客同比增长90.9%，到达旅客同比增长23.3%。高速方面，17号下午，惠深沿海高速西行返深车流明显增多。交警部门介绍，目前全市交通总体平稳顺畅。据研判，易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基河高速龙岗河澳路段、广深高速机场路段。中午从江西吉林镇这边过来的，到深圳之后就不怎么堵了。春节假期以来，黄冈福田口岸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统计，从除夕至大年初7，经黄冈福田2个口岸出入境人员近150万人次，其中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逾119万人次。明天上班回北京，交通比较方便，换乘比较友好。我期待就是，无论是香港还是我们内地，经济发展。这个龙腾虎跃，我就会打算去东莞那边，所以我直接扒个车过去那边就方便了这个口岸。龙年春节，深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旅游市场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据第三方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深圳生活服务日均消费规模同比增长37%，消费规模居全国城市第6。来深过大年，带旺旅游市场，深圳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11%，吸金纳客创同期新高。新春佳节，家庭聚餐、好友聚会成为堂食消费主力。深圳各家餐厅烟火升腾，人气爆棚。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深圳地区多人堂食套餐订单量同比增长270%。春节生意会好很多，特别是在一些聚餐这种多人套餐会比较多，单比较大。消费信心不断增强，带动消费潜力快速释放。美团发布的2024春节吃喝玩乐消费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深圳生活服务日均消费规模同比增长37%，消费规模居全国城市第6。南山区、福田区、龙岗区位居全市消费规模前3。促消费的、刺激经济的活动也起得非常好的效果，消费市场也不断的恢复。不断的繁荣，我们看到很多业态起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拉动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深圳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支持。今年春节期间，深圳各大景区客流如织。数据显示，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民俗村、深圳野生动物园成为排行前3的热门景区。今年春节公园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高峰值出现在年初2，当日接待了游客达到10万人次，客流量较去年相比增长了200%以上，本地游客与外地游客各占一半。美团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深圳住宿、景区等文旅消费规模同比增长超过78%，外地游客的入住也带动了酒店、餐饮和周边文旅活动的消费。我们是从云南来的，挺好的。第一个就是深圳，我觉得街道很干净，然后就是这次入住的这个酒店服务态度也非常好，然后大家玩的都很开心。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深圳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近2倍。入境游主要客源地前5为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和英国。从携程数据来看，今年春节这个深圳的旅游市场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位列这个入境游的目的地的前4。